今天全家都比较消停，我们出来野游来了。这小子说发现个猴窝子，起早就上家求我们哥俩去了。等我到这一看，人家都是开房车来的呀。我说哥们儿，咱这俩破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拉胯呀？在这儿。他说：“你别看他们坐着舒服，但他们吃的肯定没咱好。真的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”我说：“那他们不废话吗？那肉是我们哥俩带的呀。”芥梗、酸黄瓜，还有前女友辣我家的机器大拌菜，这么大一块的牛肋，你一口吃下去啥感觉呀？哎呀，感觉就是这一口差点没把我腮帮硌脱臼。今天最大的惊喜是我们尝试了一下子自己琢磨这个炸串，但这小子问我说：“咱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一首诗，叫‘独钓寒江雪，油炸蓑笠翁’？”我说：“哥们儿，你能开个这么好的车，应该和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呀。”就这个大太阳要是晒一天，我说你们晚上收拾东西容易分不清哪个是我，哪个是他。我说你没给小心眼也买一个吗？他说咱这么多年了，我能光想着你不想着他吗？这俩人闹完了，从来也不真打，都急死我了。我说今天给我苟某人3分薄面吧，我这还有2盘炒饭，你俩要打起来我就没工夫吃了。一听炒饭，他俩也回来了，你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。就我这点炒饭给街里街坊全馋过来了，而且这东北人是热情，没寒暄2句，他们已经坐那吃上了。当我们在旁边打扑克，那大爷非要来一门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还是发生了。啊，爷们儿，这个东西我挺金贵，好好给我伺候着。给你拿一脚，下礼拜咱们还在这个地方。谁别跑！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岁数的男人还能这么天真。我有毛病，我下礼拜还来。我奶又在家给我爷开会呢，因为我奶让他上早市买3个山东包子，老头屁颠的拎回来3个3鲜包子。哎，吃没吃不知道，我爷这会儿肯定是在家罚站的。其实我心里明镜的，我爷就是买对了，回来也得难说。因为我奶吃包有一个很大的忌口，包铺都整不了，就是它那个馅儿里吧，它忌素。揉面讲一个3光，叫盆光、手光、脸光。哎，整这点玩意儿差点没他妈给我咳嗽吐了。给我奶清炖了一锅排骨玉米汤，还熬了一锅小鸡儿，还有我奶老让我爷去夜市买的无水蛋糕。我说爷，你这怎么早晚都有活呢？我爷说别他妈提了，退休30来年了，找到了上班的感觉。豉汁排骨忘放豆豉了，洋葱切多了就扒拉鸡蛋了。本来我还想做碗坛肉，但这功夫我爷来电话了，他说你俩快点过来吧，我这腿有点站不住了我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蒸排、溜尖儿、土豆、焦蛋、鸡骨条、平事包、排米屉。我坐下，我想起来蛋糕忘拿了呀。我说爷呀，没有谁会帮你一辈子，我帮得了你早晨，帮不了你晚上了。哎呀，我也记不住啊，我说的是山东包子还是3鲜包子，记不住就算了，咱就赖他。家里来帖了，而且一来就是4个。你说这点破事儿，我一宿醒好几回，完了这手还好了呢。你瞅瞅这2人转跳的。我昨天晚上问他们，我说你们点菜吧，他们给我发的都是什么腰子、肥肠、生蚝。我说你们能不能吃点老娘们吃的东西？不怕吃完了回长胡子吗？这个烤猪蹄儿、部队火锅、巧克力慕斯，做这几个菜都没什么风险，但是这小炒肉呛的我差点没把眼珠咳嗽出来。来我家 K 包肯定少不了，但今天这个 K 包啊，我还放了点虾，所以它就是虾鸡包。怎么这么别扭呢？这个名儿。再分享一个温乎知识：丝瓜汤下奶。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告诉他们这活我能干。我说你们赶紧吃吧，等你真需要喝丝瓜汤的时候，你妈跟老婆婆肯定不让你吃丸子。最后我寻思煎个虾饼，但我没想到我准备的是小心心，结果煎出来都是小圆脸。我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这个事儿我没有暗示呢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烤蹄儿、浓肉、丝丸、虾鸡煲、烤土、夹饼、巧木不火。我说姐妹们都是老酒魔了，谁也别装犊子了。我特意准备了1箱米色，它的配料里只有水、糯米和糖，而且它才6度，不像那闷头辣口的玩意儿，这加点冰又解辣又解腻的呀。但是他们几个问我说5个人才1箱，你咋想？你说这帮混那再好喝也不能拿米酒对瓶吹呀。送我俩喝一杯吧。好。为啥跟他喝不跟我？没有。我们4个敬你一杯。常聚，来。哎呀，暂时没整明白这一顿是福还是祸呀。
我爸跟我妈在家吵吵了，他俩一个想出去吃，一个想在家吃。然后在僵持阶段，他俩几乎是一起说的，让你儿子回来做呗。你说这人退休了能闲成这样啊？两口打仗6韩玩。我回来一看，羊蝎都换好了，我也没整明白这是什么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这俩人啊，就属于在水塘里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这肘子，我说咱今天烤一次试试呗。我妈说我帮你扎眼吧。还记恨。我说妈，你别这样，我一贯劝分不劝和呀。这个酱汤羊蝎子是一个老师傅给的方，他说他们饭店靠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带着方子出来单干来了，第2年就倒闭了。这条鱼眼肚瞪那么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为啥，下的粉条给它一起捞了，这个菜就叫德芙丽炖大眼儿。这灶这么站着，啥时候能吃上饭呢？好在家里有一个真米析出机，设置好时间和温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专业级味道。你想要几分熟就能几分熟，而且还能炒菜，轻盐少油，告别猛火爆炒，让你的饮食更健康。我妈说头2天炖只鸡才25分钟，我说妈，我这蝎子捞了快2小时了，你早他妈寻啥了？我妈告诉我父债子偿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德烤肘、北水肚、虾炒、白肉、酱蝎、肉芽、飞牛、磨茄、闹大眼。我怕他俩吵吵，我吃饭给我姑都找来了，然后又把我弟贡献出来了。这娘俩舍命陪我妈喝呀，后来互相搀扶着回的家。他俩真办事啊，啥也别说了，我以后对我姑父好点吧。有日子没回老东家了，主要最近过得比较宽敞。今天为啥回来了呢？因为之前过得比较宽敞。今天真下血本了，这龙虾3斤多呀，小龙虾都是1两以上。我爸其实贼不愿意扒小龙虾，但我特意买了2斤回来。等会儿吃饭时候啊，我一只一只给他扒好，喂到他的嘴里，我让他看看这个孩子现在是多么的孝顺。我弟干活啊，照我妈真差点意思，这钳子砸半天没砸开，领我出去砸来了，说厨房举架太矮了，影响他发挥了。我说大哥，你回去好好看看视频吧，你在屋里他妈锤子拿反了。今天这龙虾是葱姜炒的，我说过宁可不吃也不能做蒜蓉的，让我爸埋汰我。但我爸这岁数大人不让开空调，没给我弟热脱水了，在厨房。我寻大哥，我别化缘未遂，你再牺牲了呀。还做了几个像锅包肉这样不值一提的家常菜。我说咱就赶紧吃饭吧，我这摩拳擦掌半个多月了，就等着今天回来宰我爸，我就是伺候我爸呢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蒜排、锅肉、干肥、嘎虾、红豆、汆白、子弹、13小、大龙。我看吃的挺热烈，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。我说爸，你先吃块这个，完我说你再来一块这个，你看这个钳子呀，它好不好看呢？我爸表示无能为力，因为游戏币让我妈清零了。我说那你快往后稍一稍吧，你给好人腾地方吧，行不行？你这个你也别吃了，你是愿意吃你自己扒吧，那手老不用该裂了。